位实习医生。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看到他，我就想着，我说，哎，我说这个医院还可以，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就是你是代表那个医院的治疗水平。一位特殊的病人。我一般都是很少起床，不跟任何人说话。一个女人开门见山的对话。我跟他换完药以后，然后他又说谢谢。我说你每天就说谢谢，你累不累啊？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别的？一个男人从此敞开的心扉。就是因为他比我大，我就叫他靖哥哥。他叫我丫头，有时候会说妹妹，这样。15年前，一个女人完成的爱情选择，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靖哥哥，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15年里，一份妻子的责任和担当，又成就了丈夫怎样的生命价值？8月21日21点20分，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让我们共同见证。有请主持人涂磊。真情致歉，重新开始。谢谢你们都来了，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涂磊，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节目直播期间，拿开微信摇一摇，那么极有可能获得现金红包和丰厚的礼品。我们来认识一下3位老师，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石老师，著名的心理专家白燕怡白老师，著名主持人左岩左老师。大家好。好，闲话少叙，来看到今天的故事。在没遇到他之前，我感觉我自己人生就这样完了。医生也说，我最多只能活5年。那时候感觉自己整个人麻木了，然后每天不跟任何人说话，躺在床上就是对着天花板发呆。后来我遇到了他，我们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一直以来是他无微不至的在照顾我，也是他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活不到现在，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自信，让我有信心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真的很简单的说一句，谢谢你丫头，遇到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但是一个残缺的男人背后，也许也有一个勇敢的女人在支撑着。来，我们掌声有请被感谢人张秀桃。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张秀桃，是来自河北的。这个里面那一位是你？是我爱人。是你爱人？他叫周光进，对。啊。他说他今天要来感谢你，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感谢吗？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方便，然后这么多年都是我一直在照顾他，他可能因为这个要感谢我。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本来就是应该彼此深爱、彼此付出的。我所为他做的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爱他。我觉得真的不需要他说什么谢谢。从没烦过。没有，我觉得我们2个之间，真的是相互扶持，不只是我对他的付出，最终的他也为我付出了很多，对我的呵护，对我的疼爱。啊，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光进。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朱光进，今年39岁，我是江西鄱阳人。你这一身今天是谁打扮的？我老婆。一直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打理是吧？对对，他
就是包括我的家都是他一直在维持，在那个负责。每天早上他把我先弄起来，因为他每天都要把我从床上抱起，我有150斤，然后呢，弄完我以后就弄我女儿，把她弄好了以后就洗漱，送女儿上学，然后他就自己去上班。你恨不得一股脑把他照顾你的事儿全说干净是吧？对，他是太辛苦了。大家觉得他跟我比，我们俩谁年轻谁老一点？我老一点啊，好吧，我比他大1岁，但是很显然他已经瘫痪这么多年，他打理得不错，钱这么年轻，没有一点皱纹，是吧？对，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很重要，他给了我精神。是，我是个没有精神的人。不。先聊聊你的身体吧，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2哥哥是当兵的，也是当兵，所以说我对当兵特别向往，所以说96年12月份我就去入伍当兵，然后99年在我们那个什么朱入河演习的时候不小心，然后从车上跌下来，被摔伤颈椎5、6、7粉碎性骨折，就是等于说从那以后就是一直以人与相伴。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理，大小便也要靠别人帮忙。对。啊，那你怎么认识他？你们俩怎么碰上的？我们2个之间可以说，相识相知，如果没有缘分，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我是那个在石家庄读书嘛，然后我是学医的。2002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该去实习了，然后。当时我那个，因为我家里我父亲也是一个赤脚医生，他是主要是骨科这一块，所以说他就想让我到部队医院去，他觉得那里可能骨科这方面比较擅长，但是我并不是特别确定他那里能不能让我学到这些真正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想到他那个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到那个医院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的一个病人就是他。当时他坐在那个床上，自己在那里活动，旁边放着一个轮椅。他当时什么样？他当时，比现在瘦多了，比现在也憔悴一点，反正。然后当时就是说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看到他，我就想着我说，哎，我说这个医院还可以，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我决定了。你这么想的啊？这么重的病号，都能收，那这医院实力不错。对。就是你是代表那个医院的治疗水平。对，然后后来。我记得很清楚，是02年的8月1号，然后我就到那个医院正式开始我的实习生的生活。然后那个我去了以后，我的实习老师正好是他的医生，就是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心里有很多的疑问。我说，他怎么？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都已经8点多，快9点了，他还没有起床。我就心里就想，我说他，是怎么这么晚还没起床？我说他是坐轮椅的吗？他也是骨折吗？就他有点神秘。对，是吧？在我感觉当中，他就是特别神秘，然后又不太说话，人家都起床了，你还躺被窝里。对，是这样的。如果那时候，说实在，一个正常人一下成这样了，然后反差特别大，所以说就一时接受不了。然后加上那是伤了以后的第几年？我是99年在受伤。哟，那会儿还年轻啊，才21啊。对，然后不是我父亲去看我，看我要，那真的是一晚上就白头发了。因为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那个老师也跟我说了，他应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就是因为那场意外。就是让他整个人都就是干嘛？他一开始也是哭过闹过，就是甚至想过就是说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就变了，变得就是不再说话。这都谁告诉你的？这都是老师跟我说的。对，然后我父亲去看我，这个样子，然后呢看着我这样，就一直站着我这，然后真的是一晚上就白头发了，然后我看着这个样子，作为一个对啊，作为一个儿子真的是。我那时候我对我自己就已经产生绝望了，就是所以说我很心疼我爸这样，然后我就自暴自弃，打自己，然后我爸拉我手说，他不能，他大家都叫我一直要坚强下去，不能这样。
你有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一个小女孩，老是盯着你？老师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99年受伤的，我是2002年才认识他。3年了，你还没走出来呢？没有，我一般都是很少起床，不跟任何人说话。其实现在看来，你是在等他的出现，是吧？啊，对。你还记得你们俩说的第一句话吗？第一次深切的交流是在我实习后的1个月，应该是。对，之前我跟他换药，每次都是我跟他换完药，他就是说谢谢。但是我就知道他每次都说谢谢，证明他不是一个天生冷漠的人。然后后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我跟他换完药以后，他2个陪床没有在房间，然后他又说谢谢，我说我没听见呢，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就说谢谢。然后我说你每天就说谢谢，你累不累啊？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别的？我说你都不，就是我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有对我好奇，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里来。他说我知道，我陪长都跟我说了，你叫张秀桃，是医学院的毕业生，然后到这里来实习的。我说哦，我说你知道，我说难怪你不是傻的，也不是听不见哈，我就这样也开玩笑的跟他说，那是第一次的交流比较多。然后呢，他每次换药，他的即使不换药，也会到我病房来待一待，转一圈。哎，对，看看我，问问我是什么情况。后来慢慢时间长了，就帮我做一些剪指甲、捏，然后呢就是给我洗我的衣服。别的护士都这么干吗？没有，就他这么干。哎，对。你能理解这什么意思吗？不敢去理解。哎，他那会儿漂亮吗？漂亮。就是有一点胖胖的，就是。那说明你也不是没有关注他的。关注了。其实你也是看了他的五官的。对，看。其实我真正的对他有关注的是，他的因为我每次都要1个月去我们和平医院去复查，然后他就每次他都会主动说去跟我一起去，然后每次他都会自己骑着自行车，因为医院在市里面，我们在郊区很远的地方。然后骑车都要1-2个小时，然后去照顾我呀。这都是你额外的工作，你愿意去做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之所以愿意为一个非常你看来特殊的病人去付出这一切，是因为你已经喜欢上他了吗？我是一个军人情节很重的人，因为像之前我家里也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舅爷爷应该是叫。就是因为我那个舅爷，他是一个应该是那时候参加了那种解放军或者八路军的那个时候，军人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然后当时也是因为他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说我就对他的关照也额外的多，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一开始肯定是同情，特别同情他，所以说想去关心吧，还是有喜欢的吧？有一点是吧？我不那个就是说不藏着掖着，对，就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的，对，他知道的那会儿。应该知道，因为当时他那2个小士兵都很开玩笑跟他说，你看那个张医生跟嫂子一样的，他就这样说，是，所以说当时心里我听了并不反感，反而还有一点高兴嘛，挺开心的那种感觉。是，那2个小士兵太会说话了啊！对啊，你的实习期有多久？我的实习期本来是1年的，但是后来因为那个非典嘛，就03年不是全国爆发那个非典，就是说当时我们之间那时候联系已经很多，就是说一直都是关系很亲密嘛，就是虽然说不是恋人关系，但是在外人看来可能关系很不一般，就是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啊。然后非典的时候，然后我那个院长就跟我说，他说你们是地方实习生，就是我们医院本来都是军队的，所以说你们进出不方便，你们就是提前结束实习嘛，就叫我们。所以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情况，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我第一眼想到他，我们本来就在河北啊，他也是在石家庄当兵的。那怎么办呢？实习结束？后来结束了以后，我就等于是还是舍不得离开那里，就想着离他能近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租的房子里面待着。有时候会写一些信，然后我给他，然后他又传出来，让一些陪床的偷着传出来给我。当时那种感觉真的是，又开心，然后又心酸的那种。现在的男男女女都不写信了，连一封 email 都懒得写，他领悟不到那种书信传情的那种感觉。哎，你能写信吗？你的手？我手不能抓，然后我写信很困难的，就用手绢这样绑在这里，然后笔插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就写，因为
我写的时候，因为我这里造了肉，所以说时间长了这一个姿势，它就会难受，手脚冰凉，冒虚汗。就是说写个半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你让那个小士兵帮着写呗，你口述呗。我不，我就要自己写。一定要自己写。对。你都写些啥呢？我们就是写关心必审的，他是怎么样的在那边。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称呼就是因为他比我大，然后就叫朱光静，我就叫他静哥哥。静哥哥。对。蓉妹妹是吧？他叫我丫头，有时候会说妹妹这样。哎呀，丫头啊，这称呼好。包括这个称呼，他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用。就像有时候他晚上会叫我的时候，他就会叫丫头。你叫一声丫头，我听听。丫头。哎呦，还有点娇羞的样子啊。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多久？大概持续了一直到他回到江西鄱阳的老家。那你在干嘛那段时间？你又没实习？我那段时间，我就是因为完全可以到市里找一份就是像我对口的医疗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就是舍不得他，然后我就到他医院的就那个附近的餐馆里面找了一份工作，做服务员，端盘子。为他还改变了职业。对，只是想多给他一些关照，自己心里也好安定一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为他做一些菜，然后有时候去看他。我跑到医院后面在那个麦田里面，下着雨，然后我当时就在那个麦田里，然后他就在窗户里面，我们就这样望着。其实说话当时可能都听不太清楚，我们也不好那样大喊大叫噻，对吧？望着就行。他就看着我，就看着他，就这样，就很开心，就很满足那个时候。哎呀，瞧你那回忆的那个神采哈，看着就好，是吧？00几年出的院？03年的11月份。那他走了你咋办？他走了后来我就到石家庄，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分开了？对。03年你们就分开了？对，那时候呢，我就想呢，可能会永远不会见了。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赶快表达呀。但是不敢，那时候就没有那种想法，就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像我这样来了，也不知道能活多少年。那你表达了没有？我们啊。他都快走了，你不表达？真的是很浪漫的，我觉得说出来，因为当时我送他的时候，然后他也为我买了一个礼物，他就说买了一双鞋，他考虑到就是说可以天天穿在脚上，可以天天想得到他，然后我当时到石家庄火车站，我是去送他的嘛，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开始他没有下车，就在那个医院送他的车上，当那个车门开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他真的是好帅啊，然后穿着羊绒衫，然后一件衣服，但真的当时那种脸，因为他长期住院，脸是很白的，那个就是说皮肤是很白皙的那种，当时就是感觉，真的是挺心动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到那个候车的时候，我穿着他为我买的鞋子，我就想着我说我总要为他留点什么东西，然后我给了他一张照片，当时我就摸到我那个口袋里有一个指甲剪，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一绺。我的天哪！后来我们就送他，就是他要上火车了嘛，然后我就把他送上去，他因为是卧铺，他躺在那里，我当时真的想去抱抱他，甚至想去吻他一下，但是真的没有勇气，然后后来我就依依不舍的就下去了，什么动作都没有做。后来下车以后，我就因为他始发站有一种很刺耳的那种鸣笛声，那个鸣笛声一出来，我的心真的就碎掉了，我就感觉，然后眼泪马上就出来了，然后那个火车就走，我就跟着火车跑，我真的是跟着火车跑。跑了多久啊？后来列车员把我拦下来，因为再下去就到了站台下面去了。我就怕每一次分离就是一个永别了，就这种。但是所以说我就是当时还是很伤感，很伤感。他在后面跑，追着火车，你看见了吗？我没事，我躺着的。哎，你为什么不主动亲亲他呢？其实我不敢，想抱抱他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握个手，握个手都没有，手都没握，没有。你们照顾这么些年，对吧？他给你换药，七七八八的，你们连手都没握。其实我们接触就是有一次，两个战友把我推出去他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天是。我们也快走了，我们就去上山摘那个什么山楂，然后呢，
我们在上楼，然后他们要上山，我说你也上山去吧，然后他就说不，他说他就是陪我。那时候特别冷，到了4、5点的时候也特别冷，我们穿的也少，然后他脱掉衣服，然后盖在我身上，然后我说要不你过来，我就捂住他的手，那是第一次接触。什么感觉？心暖暖的，他的手凉凉的，捂了好久。怎么样？什么感觉？很幸福啊。他可能只是想为我暖手，但是我真的是有一种很心动的感觉。他是你第一个吗？不是。你以前谈过男朋友？对。以前男朋友跟他对比有什么区别呢？类型不一样吧，然后2个人长得都挺帅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的男朋友，他是那种就是因为比我小一点，所以说出去要去那个迁就他，但是在他面前就不一样，他可以给我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那你们分开了多久，最后又再重逢呢？当时他走的时候，他的医生跟我说过，他这种情况可能生命期不会太长，可能就是5、6年的样子。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说你要好好活着，我说我过几年，我说过5年我会去看你，可能是想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后来不到1年，因为我想他了，而且他可能那个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病情有点加重。然后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我就想着，我说我等不了5年了，我说我1年都等不了，我说我要去看他。辞职去看他。对，辞职。你想他吗？那1年？特别想他，然后就自己特别烦躁，然后一般跟家里发脾气或者什么的，自暴自弃，就这样。就本来他是你所有唯一的念想，但是现在他不在身边了，其实你1年都熬不过去。等于说一个人的寄托就这样。没有了。后来到了他家里以后，然后他因为他在2楼，然后后来那个我就跑上去嘛，他是背对着我的，当时他并没有。我说怎么？我说你不想我呀？然后他就转过来以后，他说真的好想你。然后后来我们就抱住了，然后后来我就吻了他一下，当时真的是好幸福。这个吻跟抱来的时间太长了，好幸福。就在一起了，再也不走了。后来过年之前我又回去了以后，然后心里很牵挂他。第2年我就说又来嘛，然后我妈妈他们就觉得不太对劲了，说我就想跟妈妈说想在那里永远陪着他，然后家里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一开始，然后尤其2个姐姐，他们就劝我到家里，我当时我也不会说去。就是说，我说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也不会说要回来，我就只会到那里默默的流眼泪嘛。因为我家里人都是一种，就是说还是挺善良的那种，他们并没有说过多的强烈的去阻拦我，所以说我第2年还是又过来了。你们几年结的婚呢？几年？我04年到他那里去，09年才结婚。04年到09年这中间的这有差不多5年。对。你是来来回回还是基本上都待在那儿？每年都会回去，然后每年家里都会。去就是说一些劝我的话，但是每次我都只会以眼泪对着他们。但是你在鄱阳湖的时候是住他家里吗？对，住他家里。工作吗？那时候一开始是没有，因为就是陪着他。因为我一开始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去了以后我要为你做按摩呀，然后我还为这个事情专门到那边去一个足疗店里跟人家学足疗啊什么这样的，然后去了每天去给他按摩。因为我那时候也就是90多斤，然后他体重有150斤，我每天都要抱他。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2个人在家，然后我把他抱起来，一下就摔到地上，2个人，他就压到我的身上，我根本就爬了半天才爬出来，当时叫人也叫不到。爬出来以后，就是他的膝盖呀什么全部都磕破了，我的胳膊肘也都磕破了。后来就慢慢的从地上先挪到一个小垫子上，再挪到被子上，这样一点一点挪到床上去。当时真的是那种也挺艰辛的。虽然摔了，但心里挺幸福的哈。关键是他摔的，我心疼。哎呀，这话说的，哎呀，你关键我摔的我这里没感觉，也不知道。我看他摔的我挺心疼，我说你摔疼了没有？谁向谁走的婚呢？就他说结婚，你都没说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担心那个什么，怕以后他会受罪，怕我。但他认为不是受罪嘛。
是吧？我当时其实这个结婚之前我提过很多次，到那里有第2年、第3年我就提过，但是他就说，他说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不想就是说耽误你的一辈子。他说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挺知足的。对，当时就是跟他说这些，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说我这么多年青春都给了你，我说这样没有名分，我在这里算什么？对，说得对。对，反正是08年的时候，然后还是他，也是他主动对。后来我知道我5年也是活得好好的，所以说有他的照顾，应该我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办。你求的婚呐？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爱你，我说我们结婚吧。那是第一次说我爱你吗？对。第一次。哎呦，这个我爱你真珍贵啊！他快结婚的时候才说我爱你，那你好歹得拿架子吧？没有啊，拿什么架子啊？人家好不容易说了，还不自己赶紧答应。但说实在话，高兴是高兴，但是你家里是反对的呀。到后来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我要结婚了。我那时候回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我说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朱光进。然后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过来了，看了一下他，就是说他看到我们到这里生活也还好，就答应了嘛。然后就妈妈也是一善良人。妈妈特别特别善良，特别善良。所以说对我对妈妈心里一直有一些愧疚。妈妈，跟爸爸后来去那边参加你们的婚礼了？没有，因为我妈妈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她心脏有心脏病这样的。妈妈现在身体还好吗？没有，妈妈12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妈妈到医院住院40多天，我就一直陪在身边，然后后来妈妈还是没有留住，还是离开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自责，我就一直觉得是我没有在她身边照顾好她，没有能够延长她的生命，所以说这是我和光景一直都很自责的事吧。他只有在说起这一段的时候觉得特别沉重，但是在说跟朱光进在一起的这么些年照顾他好像一直都很开心很轻松，他没觉得这是一种负累，一直笑着呢。对他妈也挺残酷的，如果不是我，他会陪在他妈妈身边，所以说我一直很内疚，很愧疚，对这事。你为什么选择今天来说感谢啊？你是平时沉默寡言的人。这说实在的，其实我特别感谢他，他秀堂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记得有一次，他去买东西，到买鱼买菜，然后呢，卖鱼的时候3块多一斤，然后他就说2块5能不能卖？那买鱼的不说话，他认为是认可了，因为2块5可以买了，然后买鱼的就开始破了以后，然后就给了付了钱。而且他付钱也是付买还价的那个钱，2块5。哎，对，2块5钱。然后那个人就拽着他，他说不行，他说我3块的，说3块的，然后就拽着他，他的这个钥匙都被他拽掉了。然后回来之后，他就抱着我一直哭，半天他也不说话，我也不知，我也着急了，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给我的裤子说给，那时候我就。那时候我特别痛苦，我作为一个70男，帮不了自己亲爱的人。然后我想对着他的天堂，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我帮不了他。一个男人最痛苦的就是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无能为力啊。所以你今天来感谢他，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他对你的付出，你不吐不快。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颈椎，也是颈椎567，他锻炼的特别好，
基本上能照顾自己。然后他就选的时间就陪我一起过来看看他是怎么锻炼的，然后学习他。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自己锻炼。然后我就是在想，他这么辛苦，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减轻他的那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要锻炼，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我自己能从床上到轮椅上锻炼的。然后呢，我就想，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就想办一个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然后他知道我这个时候，他特别支持。所以说，因为我办这个东西，我动不了，所以都要他，所以他很辛苦，也很支持我。因为办了这个之后，给了我精神上更大的那个，让我更自信，生活的更自信。其实他更累，所以说我在这来感谢他，这个一直支持我。就不光是身体上的照顾，还注重他内心的心理建设，对精神支撑。所以说朱光宁他有那个就是想办这个康复托养中心的想法，然后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残疾人，所以说我就很支持他，一直在这个助残的这条路上在走。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康复中心也做得很好，然后就得到了很多，就是我们政府里面都特别支持，然后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是我们2个人的这种价值就更能体现了。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在最开始都不是为了得到感谢和得到荣誉而做这件事情，最开始的初心都是简简单单的热爱的付出。3位老师对这个故事你们的解读？我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父亲和光进一样，就是因病瘫痪在家5、6年了。刚才光进讲到说他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一夜白头，我作为女儿感同身受。我的母亲就像秀桃一样，在这样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每天伺候着他。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听你们讲故事，讲得云淡风轻，但是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好端端的人突然间就倒下了，他的打击是沉重而致命的。往常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女主角可能会逃走，但是秀桃她今天义无反顾地冲了进来。所以我看到我的父母，看到你们的时候，唯一能解读这一切的词只有2个字，叫做爱情。你是不幸的，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同时你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就是你的天使，是你的阳光、空气和水，你就是他的英雄、光荣与梦想。最后，唯有祝福你们，愿岁月静好。谢谢。就是你对于朱先生的爱和对于妈妈的这个爱，其实在你心中有遗憾，但是我想，其实妈妈知道女儿得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女人可望而不可求的，那就是幸福。现在很多的人都把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但是我们会看到有太多有物质丰厚的人，但是他们离幸福非常的遥远。真正的幸福是能够在心灵上的碰撞，能够相互的理解，有共同的目标，能够相互的懂得。而这一切，秀桃你都努力的去创造出来，并且得到和拥有了。所以我想，虽然妈妈已经走了，但是她一定是会越来越欣慰，越来越安慰，因为她最心爱的小女儿是一个拥有幸福的女人。今年非常的感谢你们2位能够到我们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能够让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再一次的知道，幸福最核心的东西，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是爱和坚强。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故事非同寻常，打破了我过去很多的认知。因为当一个军嫂，含辛茹苦，全力奉献坐在这里，
我认为你身上带有很强的光环，释放着光芒，来提升我们的灵魂。我对这样的情感很多年以来非常的熟悉，一般都叫敬畏，但你们俩特别的亲切。可能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崇高活成了日子，竟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特别的真切。我特别希望你们这样的嘉宾多来这个节目。我们活得如此的匆忙，以至于我们不断的说放慢脚步，等等灵魂。你们过得非常的缓慢。一场恋爱谈得如此的漫长，你们这个漫长充满了很多的细节，非常的令人感动。比如说送一缕青丝，比如说月台上漫长的奔跑。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你们彼此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来陪对方，因为你们知道在一起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朱光进作为一个解放军我军的英雄，完成了2次续命。第一次医学，因为有很多爱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挽救了你的生命，尽管那场意外令人痛心。第2次续命来自这个女人，让这条生命有了意义和光芒。你们相亲相爱，相互陪伴，相濡以沫。谢谢你们来了。刚才编导给了我2沓厚厚的信，这个一沓是他写的，一沓是他写的，我抽了2张给大家念念啊，看看那会儿写情书怎么写的。我念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妹妹近来可好？写这封信我是鼓足了勇气，思想斗争很长时间。我非常害怕你看到这封信之后会不理我，更害怕会失去一位知己。但如果我不说出我的心声，我会后悔一辈子，我会不安心。就像张雨生歌中所唱，就算缘分走到尽头无法挽回，我们还可以是朋友。我想如果哥哥说错了，妹妹不会不理我的，就算是哥哥发烧时说的胡话吧。靖哥哥，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我有翅膀，我会一下飞到你的床边；如果我有隐身术，我会一直的陪在你的身边。我会分担你的痛苦与烦恼，快乐与幸福。靖哥哥，你不知道，你错怪妹妹了，你真的错怪我了，我很委屈的。我并不同情你，更不可怜你，你是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靖哥哥。今天的故事很好的教会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恋爱，应该怎么像这封信当中一样有在乎，有怜爱，更有尊重。当我们说到靖哥哥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妹妹的时候，好多人都笑了，哎呀多土啊，现在都流行说 darling 亲爱的。但是我想说，没有长足的了解，脱口而出的亲爱的我爱你都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人家的一次牵手留了那么久，人家的一次我爱你在婚前才喊出来，我们想想这样的牵手爱意有多浓，这样的我爱你分量有多重。努力向他们学习吧，谢谢你来了。丫头，这么多年你受的委屈特别多，也特别辛苦，没有你真的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今天。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我，也照顾得我特别好。然后呢，我这个康复中心也是在你的支持下、鼓励下在建成的。
虽然我见了这个，我有了事做，但是你更加辛苦。再次谢谢你，丫头。金哥哥，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我们现在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庭，我想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的。我也希望我们都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我永远都爱你。我帮你把礼物放在这个礼物传送带上。来，请转动礼物传送带。哎，来拆拆看是什么？一个项链，漂亮吗？喜欢吗？喜欢。喜欢啊。他真的很少送我礼物的，他真的是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那你这是啥意思呢？以后让他多送呗。对，我经常是跟他我说，哎呦，我说你老是让我去说吗？我说这个礼物要你主动送才有意义吗？那你下次就这样说，那靖哥哥，你看这里啊光了一点儿，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就给他打马虎眼儿呗，是吧？其实，这个我早就想送给他，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简朴，那时候我们刚做了房子，说是，经济上是没有那么，然后所以说那时候就只是给他买了一个简单的那个什么戒指，所以说这个项链一直没有那个机会送给他，所以说我在这现你已经把你整个人送给他了，是吧？来，我们把它推下来好吗？驾轻就熟了啊！来到这中间，所有祝福你们的人当中，也许你们内心觉得最歉疚的，就是他的母亲了，对，是吧？来说一句话送给他母亲。那虽然你在天堂，但是我真的很愧疚。如果不是我，秀桃可能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就是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妻子，谢谢。妈妈，我想你了。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故事啊。他经常做梦想他妈妈。是没关系，有你在他身边嘛，是吧？让我们所有人记住这个故事当中的真诚、勇敢和彼此的牵挂。别的就不多说了，祝你们幸福，祝你们能够帮助到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好吗？谢谢你们，再见。好，谢谢大家。丫头，这么多年你受的委屈特别多，也特别辛苦。没有你，真的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今天。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我。靖哥哥，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我永远都爱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在苦难面前是一种享受的表情，而不是一种委屈，也不是一种沉重。也许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只有享受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像他们一样，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勇敢地去面对，同时对于对方、对于自己的付出，以及自己对于对方的付出，一定